齐凤，哎，小陈，柏松说让我们一起去找他围攻山下村。局长，快看，鬼子的车队。通知骑兵班进入战斗准备。好，把马先拉下去隐蔽好。是，骑兵班进入战斗准备，快！王月，你去通知柏松，告诉他我们这儿呢发现了敌人增援的先头部队，然后还告诉他我们这儿的地形还不错，我至少可以保证在这儿迟滞日军1小时以上的时间，这个时间交给他来利用。利用是什么意思啊？他是行家里手，你就这么跟他说，他会明白的。好，那我现在就去。好，曹成，我们现在要配合松头库的火力来阻击敌人的增援部队，掩护大部队的行动，至少要坚持1小时。没有我的命令，谁都不允许后撤一步。敌人有装甲车，咱能挡得住啊？日军的这个装甲车并不结实，几束手榴弹就能干掉。现在来听我部署。好。报告师长，李少棠的部队撤了，后山1个人都没有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这个李少棠还真是难以捉摸啊，行为不能预测。那我们一会儿就从后山走了。最后呢，我想让你记住，不管到什么时候，你都是中国人，都是中国军人，中国的将军。周军长，您放心吧，我是个中国人。说句心里话，我何尝不想跟你们一起从鹤山撤离呀？可我的这点兵力，根本不足以保护这些家眷。他们有的是市里将士们的家属，还有一些是走散和战死将士的遗孀，不能不管他们。为今之计，我只有暂时委身孙玉林，先安顿好他们，再解决部队的给养，再图一举。咱们这次是中了日本人的圈套了，追击部队能获得多少人，还是个未知之数。你要是能碰到战团长，帮我跟他说，想回来，我欢迎；要是想投奔你们共产党，我也绝不责难。放心吧，齐师长，只要你还有抗日的决心，你的兵，我们肯定会放回来的，绝不会刻意留下的。你们看，小高地下方1公里路段是打伏击的好地方。曹成你带1队骑兵，等敌人第1辆装甲车被炸停以后，你立即从敌左翼对最后1辆装甲车进行佯攻，然后迅速的从敌人的后方向前穿插到这里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尽可能的用集束手榴弹来给敌人造成杀伤，然后到前方小树林和我会合。二豆到。你带1个班潜伏在路边。曹成把敌人的火力给吸引走后，你们就出去，把这最后1辆装甲车给我干掉。是。齐峰，这个地方易守难攻，你带1个班在这里坚守，只要敌人的车停下来，就立即开火，让他们首尾不能相顾。大家都记住啊，我们这次任务是要迟滞日军至少1小时，绝对不能恋战。是。副支队长，公路上发现了日军车队，向这边开过来了。柏松，快下命令吧，别再犹豫了。好，要是做不出决定，我只好带着我的人先撤了。你敢？我现在是这儿的全权指挥，你如果不服从命令，我就马上执行军法。白总，你们这是怎么了？敌人的援军都要到了，你们还要内讧吗？挺进支队，把吃饭。郑团长，刚才是我冲动了。
王宇，那边有什么情况？邱家成还没来吗？我们在山上发现了敌人的增援部队，就决定留下阻击。邱队长让我向你报告，说他那边地形有利，他可以迟滞敌人1个小时以上，说这段时间留给你利用。留给我利用？他没说别的，没说让我马上撤离？没有，我问了利用是什么意思，他说你是行家里手，一定明白。知我者，邱家胜也。战团长，我有一个将计就计的计谋，请你务必服从我的命令。那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回僧头谷了。你留下，跟着大队行动。你去通知邱队长，骑着王副区长的马，告诉他，如果我打绿色的信号弹，就要他马上向山区撤离。是。王宇，一起留下，听听我的计划。这次，我要告诉山下聪，什么是真正的计谋。報告します。命令。移動部隊の川崎大隊は20分以内に戦闘群に到着する。戦闘群に敵が上陸することを彼に知らせた。2つ小隊は戦闘群に包囲し、残った部隊は戦闘群に返して目の前の敵は順空に包囲する。よくやった。今は君の人事が守れない。心配はないだろう。心配しなかった。援護も到着したと言いました。新規が高かった。報告。山下中佐、鷹は手やしました。とても早かったです。敵は今になで世代を思い出し、遅いんだぞ。坂井隊、村井に追いつくよう命じてくれ。はい。山下聪怎么没来？日军已经进入包围圈，快下命令吧，该出击了。又骗你这家伙了。迫击炮准备，预定区域3发齐射，报！打！
队长，敌人迎过来了，全力准备。 打！大隊長、敵の騎兵は森の中の高地で抵抗し、孫悟空の火力の資源もある山下部を支援するには、孫悟空の森の中にいる敵を撃破しなければいけません。ノロノロするな。主体一つを一回させ、全ての破撃を集中し、孫悟空と森にいる敵を砲撃せよ。奴らは一刻も早く全滅しろ。はっ、山のてっぺんに突っ込め。はい。 小炮弹！報告。中佐、ザ KK に敵にマジボクセイズのマジだ。何？敵の指揮官は腕がつね。こんなふりな局面においても俺にやり返せるとはな。命令、お前連れてきて、キット部隊をサッカーしに行け。はい。队长，这样，100多鬼子，就跑了20多个，其他的全消灭了。 我们追到了三峡庄指挥所，这家伙早跑了。按照你的命令，没有再追。战场已经打扫完了，随时能撤。清点部队，马上撤离。是。有鼠了！师长，鬼子撤退了。好。 范松，孙德姑那边打的还是很激烈，我们要不要派部队去接应齐峰和嘉盛他们？我打一发绿色信号弹，他们会自行撤离的。救援员，到，打一发绿色信号弹。那万一他们撤不下来怎么办？他们知道该怎么做。好，排着长队，撤退，撤退，撤！ 快撤！快撤！部队！郑团长，郑先生。 听说你们打胜仗了，啊，差点活捉了单小聪，但是又让他给跑了。哎，郑先生，我们秦师长呢？我们被李兆堂和孙玉林围困在回马岭上了。秦师长为了保护家眷和孩子，无奈接受了孙玉林的改编。什么？秦师长让我告诉你，他是迫不得已，日后有机会，一定反正抗日。如果你们愿意跟随，可以去找他。 如果不愿意，可以自谋出路。哎，真没想到齐师长会走这一步啊！我看贵军虽然生活简朴，装备也不好，但作战意志顽强，而且战略战术也灵活巧妙，能打胜仗。不如我们跟你们合并了吧？太好了，欢迎啊！ 几场仗下来，我们正缺人呢。好，张团长，你们不少官兵的家眷都跟着齐师长走了。我看你们是不是还是先回到齐师长身边，把家里事处理好，然后跟着齐师长一起反正，重新成为我们的友军。当然，
实在有不愿意跟随孙玉林改编的，有没有任何牵挂的，我们欢迎加入八路军。这家眷的确是个大问题，我的老婆和3个孩子也在家眷队伍里。这样吧，我集合部队，把这个情况跟大家伙说明白，走刘自愿。执行长，刘副支队长，我先去找齐师长安顿一下家眷，等安顿好了，如若齐师长不举一旗，我自己带着武器，带着人来偷八路。好，老赵，你觉得呢？就这么办。哎，政委，我怎么没看到嘉盛和齐峰啊？啊？齐峰被掷弹筒炸伤了，现在王玉正在给他做手术取弹片呢。伤得严重吗？在哪儿呢？就在那边。周家胜，周家胜，哎，周政委啊，你们回来了。齐峰情况怎么样？还在昏迷着，王玉在给他取弹片啊，处理伤口。平津支队的卫生员在里面帮忙，王玉不让其他人进去。好，我们就在这等。啊，这一次战斗，庄学长、邱队长，你们可是立了大功呀！先是发现了日军的埋伏，后来又阻击了日军的快速部队，为我们争取了时间。哎，更重要的还是齐师长、战团长的全力支持，还有百松副支队长的正确指挥，我们才能在不利的局面下打出胜仗。周政委，齐峰没伤着。大的弹片取出了5片，不过还好没有伤到内脏，血也止住了。但是人到现在还没有醒，主要的问题是失血过多，我们这里也没有输血条件，剩下的就是要靠他自己硬挺了。王玉，你觉得齐峰他能挺过来吗？王玉，我相信他能挺过来。刘副支队长，刘副支队长，干什么？一个军事干部大呼小叫的。是这样，4中队回来了，向团长他们也回来了，线头部队就到3个地下了。走，看看去。周政委，我们这边还有伤员，我就不去了，能不能让独立团的卫生队过来帮个忙？跟宣团长不用客气，我跟他说。好嘞。啊。周政委，蒋队长，林队长，贾胜，老首长，挺好。报告政委、副支队长，4中队全体归队，战斗减员7人，就盼着你们回来。蒋团长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齐梦龙师长手下的骁将，战团长。哪里？秋风大名。蒋团长，你才是闻名遐迩、威名远播呀！欢迎你，幸会。哥，我这妹妹以前是端庄美丽，现在多了一份英姿飒爽。很飒爽。刘教员这次行动立了大功了，他对顾城非常的熟悉，有了他，我们的计划制定的准确无误，执行的干脆利索，是不是？林队长，你们抗大一分校的同志呢？一分校的人都归队去了。现在我要重新介绍一下了，林队长是我的政委了。哦，这次都跟抗大的领导要干部，那抗大的领导也非常的大方啊，就把领队长给了我了。好，刘教员身份也变了啊。我遇到你们的上级季专员，说声要让刘教员留下，说他应该在这个祖国先生战斗过的地方继续工作。那就分到我们县吧，我们现在也缺干部啊。我已经答应季专员去蒙水县工作，这次就是避开敌人，绕道去报道。好。哎呦，差点忘了大事了，嘉胜，你赶快带朱梅去看看王玉还有齐峰。齐峰受伤了啊？什么？他受伤了啊？伤哪儿了？伤怎么样啊？你别急，齐峰伤得不轻，但是现在情况还稳定。嘉胜带我去看看。对，我想看看。哎，蒋团长，我们现在伤病员特别的多，你们的卫生队支援一下吧。对呀，对，支援一下，跟我来啊！
竹梅，竹梅，老于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还好吗？启峰呢？启峰怎么样啊？启峰，他被炮弹扎伤了，不过还好，没伤到内脏。我已经给他做过手术了。王副师长，王副师长，我们来了。哎，你们有什么任务吗？王副师长，战斗场给你整理了，我会全力救助我们的伤员。辛苦你们了，我去就来。来，走，慢慢，慢慢。怎么样，醒过吗？启峰，那你叫过他吗？俺叫了，没叫醒。朱梅，你叫他。走。启峰，启峰，我是朱梅。启峰，启峰，你醒醒！我是朱梅啊。这些个武器、弹药、物资都是跟鬼子交货的，全都留给你们。你都留给我们，你们怎么办？你就不要跟我客气了吧？该留的我们都留下了。啊，你们损失太大了，那必须给你们啊！太好了，我们弹药也见底了，是吧？也只有你们共产党的队伍才能这样啊！在我们那儿，为了这些物资，能拔枪打起来。翟团长，这种整巧战利品的行为，我们部队也有，而且这样的指挥员在本部队往往威信还很高。我们管它叫本位主义。但是我觉得咱样的行为不好。你作为指挥员，得有点全局意识吧？你看看人家挺宁支队。为了全局的胜利，主动执行着最困难的任务，承受着巨大的损失。这武器弹药物资肯定得给娘了吧？八路军做人做事，在情在理啊。行了，周成伟、刘副支队长，我们还有任务，我们就先走了。这么急吗？我在这里休整一天？我们得溜的鬼子不好了吧？等到战斗胜利了，再好好休整吧。启峰，启峰，王玉，王玉，你快来！王玉，醒了，启峰，启峰，启峰，局长，局长，醒了，我在，启峰，你醒了。你可吓死我们了！你为什么不要求来古城工作呢？是机会和我的关系啊？有这方面的因素。计算员说。蒙水比顾城更需要干部，他还说，我爹是在那儿牺牲的，希望我留在那里打开新的局面。哎，知足了，这比以前那肯定见面的机会会多一些。行了，明天我就得回去了，以后我再找机会来看你，你好好休息。不然王玉找我算账。你明天回去了？你也急着回去有事？这次战斗缴获了一台使用干电池的收音机，居然听到了延安新华电台的广播。昨天我们听到德国法西斯悍然发动了对苏联的进攻。向团长留下的收音机8点开始广播。8点开始，延安的广播？那我得听，这多重要的消息啊！来，慢慢放啊。哎，没事没事。德国法西斯统治者已于6月22日进攻苏联，此种背信弃义
对苏联的，而且也是反对一切民族的、自由的和独立的。苏联抵抗法西斯侵略的神圣战争，不仅是保卫苏联的，而且也是保卫正在进行反法西斯奴役的、解放斗争的一切民族的。目前，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，为着反对法西斯而斗争，为着保卫苏联、保卫中国、保卫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。在目前时期，一切力量需集中于反对法西斯的奴役。哎，怎么回事？老赵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是不是没电池了？我下午刚换的电池啊。哎，你办啥呀？就是收音机坏了。啊？是不是小鬼子不想听延安的广播？怎么一听就坏？日本人哪有那样的能力啊？就是质量不行。这日本货呀，中看不中用。好了，今天收听到此结束，大家各自归队吧。啊，归队。走吧。各位，苏联原本是支持中国的重要一方，现在自身也难保啊。若是日本人从东北、蒙古进攻苏联，苏联将受两面夹击，很难支撑下去。德意法西斯、同英法等许多国家开战了，美国很明显是支持英法的，德国法西斯又和苏联开战，多线作战，犯了兵家大忌。反法西斯战线过去呢是各怀心思，西方想把祸水东引，苏联针锋相对的和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。现在呢，大家都甩掉了包袱，扔掉了幻想，反法西斯阵营更加强大，也一致，也更加坚决。而我们要做的，就是坚持下去，同日本侵略者战斗到底，战斗到全世界的反法西斯阵营更加强大，取得最后的胜利。老周说的对，诺门坎一战，苏军把日军打得很惨，日军进攻苏联也是有所顾忌的。无论如何，我们现在的处境一定是更困难了。我们挺进支队不能在这个地方久留，面对日寇的扫荡，我们恐怕得转移。哎，王岳，得找个地方给齐峰养伤，他经不起我们部队到处转移啊。团长，庄子强来了。这么晚，他来干什么？跟他进来。是。进来啊！哎，张团长，张团长。小弟前来拜访，没打扰你休息吧？稀客呀！哎，庄队长，上次我好心好意给你一个立功的机会，也都说好了跟我撇清关系，可最后你还是把我害进监狱了。哎呀，这次啊，你不用这么麻烦，说吧，打算怎么害我？哎呀，张团长，上次啊，你看你把我害得也够惨。哎。咱把话说清楚了，谁害谁啊？我当时是不是跟你说的很清楚？你要是为难，我就找别人。是你硬生生要了这个机会，对吗？张团长，这不都过去了吗？啊，咱们那都是为皇军效力的，又是邻村的乡亲，何为贵？哎呀，张团长，你看，何为贵呀？有话就说，有屁就放。哎，我得先谢谢你，替我除了吕世清那个祸害，他来当副队长，我还能有好日子过吗？那老小子狡猾透顶，说不定我还真斗不过他。还得是你，一枪毙了，解了你的围，消了我的烦恼。
就为这个，兄弟也得重谢。一个心意，兄弟别嫌少。庄子强，哎，我张志平在你眼里面，就是这见财忘义的人。不，我缺你这点钱吗？哎呀，张团长啊，我不是这个意思呀，张团长，我差的是你这句话。哎呀，有了你这句话，咱俩以前的账一笔勾销。张团长雅量，坐。哎，坐。哎，我来。有什么事儿直说。哎，我刚去过荣公馆，山下先生让我带人尽快摸清楚各村对皇军的态度。山下先生这次正在制定一项竭泽作战计划，我看先生这次是要动真格的了，准备调集兵力，一个村一个村的收拾，所有反日的村庄怕是要散光。归顺的村庄挖封锁沟建据点，切断和八路的一切联系。你跟我说这样吧，到时候这个消息一旦走漏了风声，皇军又得追究我的责任。不是，你还是害我呀！没，滚！哎，不，张团长，张团长，我不这么说你听不明白呀。你先别着急，那你赶紧说。哎，说。大王庄据点出过事儿，三子中尉把村子烧了，这就算是惩罚过了。我是想在大王庄恢复据点，重建村庄。你看，你跟小野太君、黑木太君关系都不错，到时候替我美言几句，就别列入三光了，怎么样？就这点事儿啊？你还真不是来害我的。那你看看，你就是为了你那300亩地，还有那个大宅院，你早说呀！说句话不难。哎，黑木、小野那都是我酒桌上的常客。但是兄弟，我最近啊，这手头有点紧。你想想，孩子都俩了，这张家庄现在也指望不上。你说，兄弟明白？你看这，还有啊，这，那还有吗？没了，我就带来这些。哎呀。你说这钱吧，要的再多，也都有花完的时候。哦，也是。这样吧，你那些挣钱的买卖啊，每一个都让我入一股，怎么样？行，那往后，咱就可是有福同享、有难同当的兄弟了。兄弟，哎，我听说各个村都是由你的人去探底摸情报，你得跟他们交代一下啊，让他们嘴下留情。没问题。还有，山下先生那边对张家庄吕家寨到底是什么态度？你也得给我撂个实底儿，能不能不散光啊？这个事儿呢，山下太君能跟你们警卫团的人说，你们的人住在黄沙河以南村子的太多了。你要是不说这忙，我也不帮了。反正啊，到时候也得开作战会议，我那个时候就能清楚了。张大力，宋哥，哎，别呀，张团长，你看这事闹得太……我只能这么跟你说，黄沙河以南那些村子的反日气焰太盛了，这次怕是保不住。你放屁！连庄会势力那么大，打张家庄、吕家寨打那么多回都没打下来。这次你为什么说就能打下来呢？这次山下先生的态度很坚决，那具体的军事部署需要的兵力大炮，那都是跟小野商量的。哎，正好，你找小野的时候可以问问他。张团长，鄙人之见，想办法通知家里人提前投命吧。放心，我请小野喝酒的时候，就说说你的事儿，再谈谈我的事儿。
刚刚得到情报，山下聪正在执行一个恶毒的劫泽计划，准备往顾城调集大量的日军和皇协军。日军呢，不少于1个大队；皇协军不少于1个团。而且这些部队都配备了专门攻击毁坏寨墙的大炮，要逐村清剿。凡是抵抗的，一律实行3光政策，彻底摧毁；不抵抗归顺的，则建立据点，修筑公路，封锁沟、铁丝网。公路是为了便于皇军的摩托化部队快速奔袭支援，据点封锁沟、铁丝网是为了切断归顺村与敌方的联系。就这样一步一步缩小敌人活动区域，让敌人很难在黄沙河以北活动，并且建立伪政权，实行联保制度。1人抗日，全家连坐；1家抗日，10家联保连坐。而且他们还准备实行余粮储备库制度，也就是要将全村所有的余粮都卖给由日军控制的储备库。根据情报，我们得知，黄沙河以南的根据地村庄都是这次他们清剿的重点。黄沙河以南的平原富庶地区是顾城县敌军的主要根据地。既然这些村庄无法为皇军所用，我决定全部摧毁，形成几10公里的无人区，将敌人赶到平瘠山区，相继包围，彻底歼灭。咱们不能在孤立各村庄坚决抵抗啊，要采取一些变通的办法。咱得先把群众保护下来呀。变通啊，就是归顺投降呗。俺不同意哈，俺二村老百姓也不同意。哎，俺还得像上次一样，各村固守，挺进支队，相继救援。挺进支队呢，在这次扫荡中损失很大，现在只剩下不到400人了。武器弹药方面，虽然独立团有了些补给，但现在还远远不够。1150师独立团已经接到其他任务，调离顾城了。如果敌人加强了1个大队，并且集中使用，我们很难解救。八路军不是说他们是鱼，百姓是水吗？那我就把水抽干，竭泽而渔，看这些鱼还往哪里游。咱们在黄沙河以北啊，离县城较近的村庄里面啊，哎，咱们把已经暴露的骨干先给撤出来，把武器发给他们，让他们组织武工队。他们可以在家乡附近活动啊，可以出汉奸，对不对？哎，了解据点的情报，啊，做威胁的工作，为日后拔据点做准备嘛。啊，那些啊没有暴露的骨干，建立2面政权。他表面上是指应敌人，其实暗地里面是为咱们做工作。我同意庄区长的意见，不能硬拼，只要群众还在，那咱们就有办法。应该对不同的村庄采取不同的办法。这次听说皇军要调集重兵剿灭所有不归顺皇军的村庄，许多过去反抗过皇军的村庄态度都发生了变化，包括崔村、刘村、斑鸠村、大王庄等等。他们赶走了八路安排的村长和抗日分子，又选了良民做村长。现在黄沙河以北还有3个村庄没有明确表态归顺。这恐怕是八路有意安排的吧？我也怀疑过，所以我明确地告诉他们，口头归顺不算数，要给皇军交粮纳税，出工出料，修筑据点，挖封锁沟，拉铁丝网，领取良民证，建立保甲制度。余粮只能卖给皇军指定的仓库，不许跟八路有任何来往。他们都答应了。黄沙河以南的村庄还是那么的顽固吗？我派出去的便衣队员没进村就被打回来了，还有的被村民打死了。看来我的计划是正确的。这些村庄不应当再存在。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就是来回的拉锯，
有高潮也有低谷。现在最艰难的时候，也是考验我们的时候，啊！我们每个区必须要做到，绝对不能离开本区。挺进支队一定要坚守山区，绝不放弃。我和柏松保证，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况，我们绝对不会离开故城县。我们一定要在自己的土地上和敌人抗争到底。好，张志平，你对这个计划有什么意见？先生，我有个请求，我请求不要让警卫团参加这次黄沙河以南的行动。我是肯定会执行皇军的命令，但是难保那些家住在黄沙河以南的士兵不开黑枪。作为军人，任何命令都必须执行。你的下属人也有。明白。情。